晚上洗漱时，对门的小女孩给我发消息：姐姐，我害怕，爸爸让我半夜起来吃南瓜。我笑着问她：你不喜欢吃南瓜呀？小女孩惊悚地回复：不是，是爸爸偷偷停药了。他把妈妈跟弟弟的头切下来，放到了锅里煮，说是在切南瓜，煮南瓜给我吃。看到他的消息，我吓了一个激灵，匆忙擦了擦脸，飞快打字问他：别跟姐姐开玩笑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小女孩发来一小段视频，是从卧室朝着厨房的方向拍的，外面黑漆漆的，煤气灶前煮着3个砂锅，咕噜咕噜的冒着热气，一个高大的黑影吹着口哨，用勺子搅动着锅里，一边搅一边挨个数，1个南瓜，2个南瓜，数到第3个砂锅时，他低头看了一眼，咦，还有1个南瓜呢，在哪呢？随后他朝着卧室的方向望了过来，视频戛然而止。我立刻给他发消息：快躲起来，我先帮你报警，再叫物业上来。我先给他打了报警电话，又去联系物业。结果因为我上次跟物业反映说小区垃圾处理不及时，异味太大，跟他们吵了一架，物业根本就不接我电话，警察过来还需要一阵。物业那边我又联系不上，微信也不回我。小女孩发来消息，我偷偷躲起来了，爸爸在找我。我安抚她，藏好了，手机调到静音了没？等警察叔叔来。小女孩，调了，我在衣柜里，以前每次藏这里，爸爸都找不到我的。我在7栋业主群里发了条消息，物业在吗？没人回。这个点了，大家都睡了。我又问谁能帮我联系一下物业。这次刚发出去没多久，群里就有人问我怎么了，乔乔，有事吗？是住隔壁的峰哥，之前我跟物业纠纷，被上门欺负，峰哥看不惯，帮我出过头，我很尊重他。我没跟他说实话，依着他的性子，我怕他直接去对门出点什么事。我犹豫了一下，有点情况，我想物业上来看看。峰哥热心，啥事啊？你跟我说，方便的话，俺给你处理一下。然后群里又有人说了句，大家都是邻居，有事你就说，不行我过去一下。说话的人顶着一个直立的黑羊头像，看着瘆人。他是我对门刚刚把老婆孩子的头切掉当南瓜煮了的小女孩爸爸。黑羊爸爸在群里问我，说话呀邻居，叫物业干嘛？多麻烦呀，会对我造成困扰的，我孩子都睡了，吵醒他们就不好了，如果是小事的话，我帮你看看。末了，他又很严肃地问了一句，你听到什么特别的动静了吗？非得物业上来。我想了想，应该怎么编造一个合理的理由，打消黑羊爸爸对我的怀疑。这个理由需要合理到物业不得不上来，所以不能是坏灯泡、掉电闸这种小事。琢磨了一下，我冷静道，我家天然气好像泄漏了，屋里有一股味道。峰哥，这么严重，我马上过来。我忙道，不用，让物业来吧，我也不确定是不是。黑羊爸爸冷冷道，不用打扰物业了，我过去帮你看看，如果真泄漏了，再让物业关掉管道阀门，耽误不了多少时间。我的心脏猛跳。黑羊爸爸又问，好邻居，怎么不说话了？开一下门吧。我要过来了。我慌张道，别，群里。黑羊爸爸疑惑道，怎么了？天然气泄漏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这时，楼下的麦麦姐突然私聊我，你是在撒谎吧？你叫物业上来，根本就不是天然气泄漏，你是不是听到了？我听到什么？麦麦姐，你别装，就你对门那一家5口，夫妻2个带3个孩子，他们就住我楼上，刚才好大声的，就是那种剁骨头的声音，咚咚咚的，我就是被吵醒了，才看到你在群里发消息，你没听到？我立刻回他，你说的对，我想让物业上来，确实不是因为天然气，我刚才在洗澡，对门有什么动静，我没听清，但是他们家那个小姑娘跟我私聊，说她爸爸把她弟弟跟妈妈杀了，头切下来当南瓜炖了。麦麦姐那边显示正在输入中，过了好久才发过来一条消息，像是她能干出来的事，你别管了，等警察来吧，你也帮不了什么。我追问，什么叫像是？麦麦姐，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？麦麦姐又犹豫了一会，算了，给你看吧。随后那边发了个视频过来，视频里是对门那个黑羊爸爸，大晚上的，他拿着刀站在楼下5楼的走廊里，直勾勾地盯着猫眼看。麦麦姐心有余悸，就前2个月的事，那会你还没来，她非说我晚上敲她家的门，吵得她睡不着，真的是有病啊，拿把刀站我门口，要砍死我。后来呢？麦麦姐，后来物业上来把她带走了，还报了警，警察说她是精神病，发病期，让送到精神病院去了。再以后他老婆去物业开证明，又给接回来了，离谱吧？上周他老婆还过来给我道歉，跟我保证说他在吃药，情绪稳定了许多，不会再犯病了。我说他女儿和我说他爸爸偷偷停药了。麦麦姐，怪不得，不过吃不吃药都是个隐患，不知道物业怎么想的，还给开证明让他老婆把他接回来，这不给我们造麻烦吗？还有对门住了个精神病，这么大的事情，物业怎么也不跟我说。麦麦姐抱怨，他们才不说呢，就只知道收物业费。你来之前，5栋还死了个独居女孩，你也不知道吧？
他那个邻居大妈老往他门口丢垃圾，他跟吵了2句，结果那个大妈直接掏刀把他杀了。那女孩就是看到物业上来了才开的门，当着物业的面就被杀了。你指望这帮废物，他们哪有良心啊？再说了，我不是警告过你吗？让你离对门那家远点，你还跟他们玩得挺好。小女孩都这会了，还给你发消息，让他爸看到了，不得连你也杀了。我脊背发凉，我那是刚搬进来的时候，家里还没通燃气，他们邀请我去家里吃饭，喝了点南瓜汤。等等，南瓜汤？我网上翻了一下聊天记录，瞳孔猛缩，颤巍巍地问麦麦姐：“你说我对门是一家几口？不是5口吧？你是不是记错了？是4口，2个大人，2个孩子，1男1女，弟弟4、5岁，姐姐6、7岁。”麦麦姐否认：“不是啊，是一家5口，2个大人，3个孩子，姐姐有一个弟弟，一个妹妹，弟弟4、5岁，妹妹才1岁多，还在坐学步车。”我突然升起巨大的恐惧，身上汗毛淋漓，冷汗顺着额头落了下来，接着是胃里一阵痉挛，干呕不断，手开始剧烈地颤抖起来。那边麦麦姐也想到了什么，请你喝南瓜汤，不是吧？真的假的？你喝了？怪不得最近听不到楼上那个小孩哭了，要死要死！你别吓我了，我家里就我跟一个孩子，我真的害怕。麦麦姐慌乱，不说了，越说越吓人，你可别把我牵扯进来。我报警了，不知道来不来得及。麦麦姐，人各有命，我反正帮不了你，也帮不了那小女孩，我害怕，家里就我跟一个孩子呢，谁顾得了谁啊？群里，黑羊爸爸在催促我，怎么不说话了？燃气泄漏一点也不着急吗？我急忙回他，没泄漏，是我闻错了，现在没事了。黑羊爸爸，那我过来确认一下，别真有什么问题。我闻言一惊，正想阻止他过来，小女孩给我发了消息，姐姐，我爸爸好像不在家里了。她刚发完消息，我就听到走廊有开门的声音，咔嚓门把手转动，接着门上金属活页打开，一阵沉闷的脚步声响起，停在我的门口。小女孩，我爸爸真的不见了。也就在此时，砰砰砰，门外响起敲门声，我心里一惊，猫眼里走廊外面漆黑一片，什么都看不到，有人故意堵住了我的猫眼，但我还是能感觉到门外有人，因为走廊的声控灯亮了，接着是哗啦一声，密码锁被唤醒的声音，密码锁的按键被摁下，滴滴滴滴滴，解锁失败，非法用户，密码一共被摁了11下，常见的密码是6位或者8位，我是故意把密码设置成11位的，一般来说没人那么准能猜到我密码是这么多位，除非是他故意留心记了，而且有可能知道密码是多少。我之前看到过一个节目，密码锁的每个数字声音都有细小的差别，要是经过训练或者刻意去记忆的话，是能区分出来的。至于门外那个人输入的密码为什么不对，就是因为我在看完那个节目后，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换一次密码，今晚洗漱前我刚换过，劫后余生的恐惧让我整个人都紧绷了起来，隔着门可能僵持了2分钟左右，砰砰砰，传来了敲门声，我不敢应，门外传来一声是我，瞧瞧，接着是胶条被撕下的刺啦一声，我顺着猫眼看出去，这回终于能看到了，走廊灯下是峰哥站在门外，他手里捏着一团皱巴巴的黑色绝缘胶带。峰哥，我赶紧叫了一声。峰哥哦了一声，不知道谁给你把猫眼用这玩意贴上了，我给你撕了。我问他刚有没有看到谁在我门口，没，我是刚看到你在群里支支吾吾的，想着你可能有事不方便在群里说，咋啥事？峰哥问。手机里嗡的一声，我低头看了一眼，对门小女孩又发来消息，爸爸还没回来。我心里咯噔一声，立刻跟峰哥说，对门那个邻居疯了，杀了他老婆儿子，他现在就在楼道里躲着，你快回房间里去。我说完，门外却没有任何回应，我突然就感觉很反常，楼道的灯也暗下去了，我又从猫眼看出去，黑漆漆一片，猫眼又被封住了。峰哥，我试探地叫了一声，没有人应。随后门把手动了一下，又是一阵输入密码的声音响起，还是11位数，滴滴滴滴滴，解锁失败，非法用户，等外面动静停了。我贴在门上，外面没任何声音，再从猫眼看出去，这次不是漆黑，而是一片红色。手机里峰哥的消息也传了过来，峰哥紧张，我靠，刚才走廊有个疯子，穿着雨衣，拿着刀追着我砍，眼里都是血丝，通红的吓人，我这会躲起来了，眼睛通红，我一下子就意识到，刚才我从猫眼看到的那红色是什么了，是那个红眼睛趴在猫眼上往里看。我马上警告峰哥，你千万躲好，别冲动，他就在走廊外面游荡。峰哥，我知道。不等我平息呼吸，群里的于叔冷不丁地私聊我，于叔，你对门现在还剩几个人？他是物业的工作人员，也是我楼下的业主，上周我房间漏水，淹了他的天花板，我还当面跟他道过歉，而且他也没有追究，平时有见过几次，不怎么爱搭理人的性格。我小心问，你们物业能不能上来看看，对门那人又犯病了。于叔，什么病？我精神病，你们物业开证明让他回来的，你们不知道吗？他现在停药了，把老婆跟孩子杀了，他小女儿给我发消息说的。于叔沉默了一会，随后给我发来消息，对门没有精神病，他就是个普通的上班族。我一惊，
很快就反应过来，将麦麦姐发给我的截图给于叔看。于叔又告诉我，楼里确实有一个精神分裂患者。谁？于叔没回我。这会，麦麦姐又给我发来消息，靠，差点让你吓死。我疑惑，怎么了？麦麦姐心有余悸道，你不说对门把他老婆孩子杀了吗？煮南瓜什么的，刚人家他老婆下来找我了，说小女孩晚上不想睡觉，跟他赌气呢，结果一个没看住，就拿手机乱发消息吓唬人，已经批评过小姑娘了，他让我帮着澄清一下。我一愣，麦麦姐，真的，他老婆还在我客厅坐了一会，刚上去。群里这会也弹出了一则消息，是个洋溢着夸张笑脸，嘴角扯到耳后的年轻妈妈头像发出来的。各位邻居，实在不好意思，我女儿刚才乱玩手机，说了一些很吓人的话，如果给大家造成困扰，请大伙原谅，实在抱歉了。我已经狠狠地批评过她了，绝对不会再犯。黑羊爸爸此时也责备道，早叫你别那么惯着她，现在好了吧？年轻妈妈，下次不会了。我皱着眉头问麦麦姐，你真见到他老婆了？麦麦姐刚上去，那小男孩跟着他一起下来的，还当面给我保证了，肯定没事，你安心吧。是吗？我怀着疑惑的心情给小女孩发了个消息过来，你爸爸呢？那头很快回复，爸爸还没回来。你妈妈说你在撒谎。女孩立刻，我没有，我从来不说谎，我现在就在柜子里躲着，妈妈跟弟弟的头被爸爸切下来了，放在锅里煮，爸爸要煮3个南瓜，他找不到我，去外面找南瓜去了。接着小女孩发来一段视频，视频里她小心翼翼的蹑手蹑脚地走到厨房里，屋里仍旧是黑漆漆的，厨房的燃气灶上冒着幽绿色的火焰，照着屋里绿惨惨的，3个砂锅已经滚开了，里面咕噜噜地冒着热气。小女孩踮起脚拿出勺子，在第一口砂锅里搅出一个湿漉漉、毛发裹着的脑袋，嘴巴大长着，煮得肿胀，然后是第2口砂锅，这是妈妈，这是弟弟。视频结束，小女孩，我又藏起来了，爸爸还没回来。我手脚僵硬，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形容现在的局面，脑子里早已经乱成了一团，捋不到任何线索。警察估计快来了，以前出警都很快的，差不多还有10几分钟，警察就能到了。我手机还定格在小女孩发来的煮得扭曲的南瓜上。麦麦姐的消息又发了过来，没事，早点睡吧，别搭理她了，那小姑娘也是神经兮兮的。我突然就不敢回她的消息了。已经是消失了一段时间的于叔，又突兀地问我，对门剩下几个人了？你过去看一眼。我惊悚，你先告诉我，楼里那个精神病是谁？刚刚他说对门不是精神分裂，而楼里又确实有个一个精神分裂患者。我追问他，他却没有直说。现在我又问他，他还是没说。那头显示正在输入中，但迟迟没有消息发过来。此时群里又有人发消息，是楼上的桃子，他大学刚毕业，在这附近实习，刚搬来不久，平时喜欢在群里发一些有趣的表情包。桃子好奇，楼下煮什么呢？好香呀！于叔罕见的在群里说话，是挺香的，你下去敲门问问。他在怂恿桃子去黑羊爸爸家里看看。桃子，哈哈，这不太好吧？是不是有点太馋了？于叔，没事，都是邻居。黑羊爸爸不再潜水，他不悦地命令于叔闭嘴。桃子，哈哈，我开玩笑的，不过真的很香，不知道你用什么做的，是在煮汤吗？黑羊爸爸，你好烦啊，你话好多，烦死了，吵得我都头疼。桃子变脸，无语，至于吗？我又没说你什么，就说你煮东西好吃，还有错了？就要说，那咋了？大晚上煮东西还有理了？我还减肥呢，你煮那么香，你考虑过我吗？我都又没说你的不是，你急什么？于叔建议你少说2句。桃子说了能怎么样？就说了，自私的东西，大晚上做饭不考虑邻居的感受。黑羊爸爸再说一句试试。于叔，我不管了，你们随便。桃子嘴硬，试试就试试，怕你呀？黑羊爸爸凶狠道，我现在就上去砍死你，割掉你舌头，剁了你的头。桃子一下子就不敢说话了，而是在群里艾特了物业的于叔。于叔也没说话，看得出来桃子慌了，因为他又连着艾特了好几下于叔。于叔，你看他，你说话呀，别不理我，我害怕他要真上来怎么办？于叔仍旧没回。黑羊爸爸恶狠狠道，老子已经在往上走了，你等着我把你头砍下来。他在说完以后，桃子彻底慌了，他看群里没人给他说话，立刻就拉了一个小群，群里有我峰哥、麦麦姐还有于叔。桃子慌张，你们看到群里的消息了吧？他要上来砍死我，他是不是暴力狂啊？于叔，你说句话，峰哥，他不会就是楼道那个穿着雨衣的疯子吧？刚我在楼道，差点让砍死，刚那人就一直在楼道游荡呢，我能听到声音。桃子生气，肯定是他，外面有个疯子，你怎么不早说？我看不下去，你少说2句吧，还嫌不够糟糕吗？桃子立刻认错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实在是太害怕了，你们能不能有个人上来陪我？我一个人在家，他要是真找上来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。于叔，峰哥，麦麦姐，麦麦姐直白，我不去，我怕死。峰哥你也别去，命打紧。桃子，那你们得救救我呀，不能看着我死吧。
峰哥那边忍不住道，我待会上去帮你看看，要是他真上去了，我想想办法怎么制服他。麦麦姐呵斥，你想什么办法？你能抗住几刀，差不多行了，显摆那副正义感给谁看呢？你不要命啊？峰哥沉默。麦麦姐，本来都没什么事了，人家都下来给我道歉了，你倒好，非要在群里嘴贱，拿那么多话，你刺激他干嘛？那是精神分裂患者，说砍你就砍你，你以为跟你开玩笑呢？峰哥，没事了吗？刚才乔乔说对门把老婆跟小女孩的弟弟杀了。桃子啊，这么恐怖，我犹豫着要不要把小女孩发给我的视频转发到群里，但我总感觉群里有人不对劲，尤其是麦麦姐，她居然说看到了楼上老婆带着弟弟下来了，还当面给她道歉，那小女孩发给我砂锅里煮的又是谁的头？我能信任的只有峰哥，于是我将视频转发给了他。峰哥，你先看，别管群里说什么，看完再说。峰哥，哦。小群里，麦麦姐突然问了一句，对了，你们还记得楼上那家有几口人吗？乔乔说是4口，我记得是5口。桃子惊讶道，麦麦姐你在说什么呀？那个人家里是3口人啊，一个爸爸，一个妈妈，一个小女孩。峰哥，是一家4口，是爸爸妈妈跟2个儿子没有女儿。麦麦姐，你们认真的？对门不是爸爸妈妈带3个孩子吗？姐姐跟一个弟弟，一个妹妹，5个人。不对，是姐姐带2个弟弟跟一个妹妹6口人。这次对了。桃子改口，那就是我刚才说错了，但你说的也不对，楼下是一个单亲爸爸带一个女儿，根本就没有妈妈跟弟弟妹妹。麦麦姐生气，懒得跟你犟。于叔，你说你在物业上班，有住户登记表。这时，许久没出现了于叔，说了一句是一个爸爸，一个妈妈，5个孩子，一个姐姐跟2个弟弟，2个妹妹。我只觉得脑子一阵刺痛。小群里，桃子姐恐慌道，不要再讨论这些没用的了，楼下他上来了，你们快来救救我，他就在我门口，我听到密码锁在响了。麦麦姐，怕什么？防盗门那是，你不开他能有什么办法？桃子也是，他应该不知道密码。我猛地想到什么，马上在群里说，不，他知道密码，如果对门就是我门外的那个红眼睛的话，那他是绝对知道密码的，他能听出密码数字按键之间的细小差别，时间1分1秒的过去。桃子终于有了回应，他说了一句，晚了，嘻嘻。群里，麦麦姐还在追问，什么晚了？别说一半啊，干嘛呢？同时间，我看到于叔直接把群退了，接着是峰哥也把群退了。峰哥消息发了过来，别在群里说话。我明白他什么意思，同样把群给退掉了。麦麦姐发消息过来，怎么回事？你们怎么把群都退了？我还在打字，准备回复。峰哥的消息就发了过来，麦麦姐无论说什么，你都不要理他。我为什么？刚发出去。沉默了一阵的于叔也发来消息，我们的聊天记录还停留在我问他楼里谁是那个精神病，这次他回答了我，楼里的精神病是麦麦姐，她有精神分裂跟被迫害妄想症，经常对着空气说话，自言自语。我愕然，麦麦姐是精神分裂，那也就是说楼上的老婆小孩来找她道歉，是她臆想的。我脑子里闪过一个画面，在麦麦姐明亮的客厅里，她笑着比划着，嘴巴一张一合的在说话，而她对面的沙发上空空的，她也许还跟那个年轻妈妈有说有笑的寒暄，约定下次再见。峰哥也提醒我，麦麦姐有病，先前他说楼上小姑娘在地板上钻了眼，往他的家里投毒，要把那个小姑娘从楼上丢下去，后来小女孩的爸爸，就是你对门那男的拎刀上门，差点要砍死她，他才不敢了，可没几天他就楼下那个女生杀了。我们也是那会才知道他是严重的精神病患，被拘了30多天，但是发病期又给放回来了，说是监视居住。我惊诧，他不是说他跟孩子一起住吗？峰哥悚然道，他一个人根本就没孩子，而且我怀疑他一直都没吃药，因为他在群里说话就疯疯癫癫的。你怎么看出来的？峰哥的话更让我如坠冰窟，他大咧咧地说，我当然能看出来了呀，对门那家明明是爸爸妈妈带3个女儿，麦麦姐非说有什么弟弟，明显就是他精神分裂出问题了。你说是吧？我手脚发凉，因为就在刚才，峰哥在群里说对门是爸爸妈妈带2个儿子，没有女儿，现在他又说对门带了3个女儿，而且我能肯定他们说的都不对，对门是爸爸妈妈带2个孩子，姐姐跟弟弟。桃子给我发来消息，我以后再也不敢嘴贱了。同一时刻，小女孩也给我发来消息，爸爸回来了，爸爸带回来一个好大的南瓜，3个南瓜都端上来了，姐姐你过来跟我们一起吃吗？我在看手机时，哗啦，又是密码锁被唤醒的声音，然后滴滴滴滴滴，密码错误，非法用户，声音停了。我转头看向猫眼的方向，猫眼在轻轻地转动，然后当啷一声掉了下来，黑洞洞的猫眼口里缓缓的、慢慢的伸进来一根手指，手指在猫眼口里蠕动着，慢慢的蹭了进来。啊！我几乎是疯狂的搬起椅子，砸断了那根手指，砸成的骨折，砸得血肉横飞。但门外没有惨叫，走廊的风从猫眼里灌了进来，带着一股热气。但很快，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出现了，猫眼口里的风突然就停了，一种被窥探的感觉骤然出现。
黑洞洞的猫眼口外是一颗硕大的眼睛，死死地盯着我。我吓得往后退了2步，眼睛还在，瞳孔慢慢地转动，就这么望着我。我躲到猫眼的死角，心里生出了报复心。走进厨房，从橱柜里翻出螺丝刀，然后打开燃气，将螺丝刀加热到通红。然后我靠着墙边，走到门前，猛地将螺丝刀从猫眼刺了进去。噗嗤，螺丝刀精准地刺进眼睛，滋滋滋白烟冒起。我用力搅了搅，可怕的一幕再度出现，我砸断他的手。门外没有惨叫，现在我搅烂了他的眼球，可能还扎进了脑子里，搅动脑浆。门外仍旧没半点动静，死寂的可怕。我把螺丝刀抽回来，上面都是血腥跟黄白的脑子。走廊的风又灌了进来，小女孩发来消息：姐姐，你有纱布吗？爸爸受伤了。手机消息不断，麦麦姐说警察过来了。我问她，警察找你做什么？麦麦姐，她问了我2个问题。我，什么问题？麦麦姐，第一个，她问我家里有几个人。我，为什么要问这个？麦麦姐，不知道，我跟她讲了，我家里有4个人，我跟3个孩子。麦麦姐之前跟我说过，她家里只有她跟1个孩子。峰哥跟我说，麦麦姐是精神分裂，她只一个人住，没有孩子。我问，第2个问题呢？麦麦姐那边回我，警察问是谁报的警。我，警察问你？麦麦姐，对呀，他问我有没有报警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问我，是你打的电话呀，他没给你回过去吗？你跟他说了你是6楼了吗？我确定的回复，我报警的时候地址说得很清楚。麦麦姐惊恐，不能是假警察吧？2个人一起来的，而且带着执法记录仪，还是物业陪同上来的。这个时候，我基本判定是麦麦姐精神分裂，又一想了警察出来。我顺着她问，你没告诉警察是我报的警吗？麦麦姐，没。我怎么不说？麦麦姐疑惑，是物业专门给我发的消息，让我不要说。我拧起眉头，砰砰砰，门外传来敲门声。猫眼口就在我跟前，但我无论如何也不敢往外看了，我怕又对上一只眼睛。门外传来陌生的声音，是你报的警吗？你是第一个发现的吗？他在哪？我鼓起勇气朝猫眼看去，竟然是警察。警察真的来了，不是麦麦姐臆想出来的。2名警察站在门外，胸前佩戴着记录仪。警察的身后是2名物业，物业经理偷偷冲着我做噤声的手势，让我不要说话。警察就站在门外，我不知该相信谁。但很快，门外响起密码锁被唤醒的声音，警察开始在门外输密码。滴滴滴滴滴，密码错误，非法用户。警察声音再度传来，是你报的警吗？他在哪？就在我慌乱的时候，对门突然打开了，黑羊爸爸拎着一个小女孩的头站在门口，几乎是瞬间，他就朝着楼上跑去。2个警察立刻飞奔追了上去。等到走廊外的动静停了，物业敲了敲门，开一下门，女士。我没说话，物业也没说话。随后是物业拿出钥匙，钥匙捅进锁眼，咔咔转动的声音，门开了。物业经理站在门外，我怕他要杀我，但他只是匆忙的让我跟他去物业室，而且物业室居然就在我楼下。屋里站着好几名物业的工作人员，于叔就坐在我对面。峰哥失血过多，躺在地上，已经死去，灰白的眼睛直挺挺地瞪着天花板。经理，我们没能保护到他，所以他死了。看我神色痛苦，于叔平静道，这没什么，今晚死了很多人。我问他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这栋楼里住的全是神经病吗？于叔冷笑，这楼里只有1个神经病。我跟着冷笑，你想说我吗？于叔摇摇头，没这么老套，你先回答我几个问题。我看着他，你对门有几个人？我沉默。我之前很肯定，但现在我开始怀疑了。于叔轻蔑地看着我，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，为什么从始至终，我们这栋楼只有5楼、6楼、7楼有人呢？你好好想想，我们的这栋楼有几层？有，我正看脱口而出，却僵住了。我怎么没一点印象？不，与其说是印象，不如说是概念。我对整个楼的整体没有一点点的概念，记忆里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楼栋的样子。什么样的墙？什么样的玻璃？什么样的格局？什么样的造型？对于这栋楼的概念，我完全是空白一片。你住的是6楼，楼上楼下都有人，那1楼呢？有没有人？2楼呢？3楼呢？除了5层、6层、7层的人，你见过其他人吗？你工作吗？你上班吗？除了这个楼的记忆，你还有什么记忆？小区是什么样的？我说不出来，本来是很普通、很简单的问题，我却一个都回答不出来。于叔讥笑一声，我们小区里有花坛，就在大门进来的第1栋楼旁边，花坛里种了一棵橘子树，上面结的草莓、香蕉、大象。小区一共有7栋楼，第1栋楼住的老虎，第2栋楼是一只很大的青蛙，第3栋楼是用滑腻的石板盖起来的，里面住着一只大章鱼，第4栋楼是个民国时期的4层小楼，我还没进去过，不过里面晚上经常会亮起灯来。第5栋是个幼儿园，里面都是会动的椅子。第6栋，也就是我们隔壁那栋，1个月前着火了，火很大，
现在还没烧完。于叔刚说完，客厅里就多了一股黑色的烟灰，窗外火光冲天，一瞬间我就仿佛置身在火炉中一样，火苗炙烤的空气都在扭曲，浓烟呛得我咳嗽出声，眼泪都流了出来。我抱怨道：是啊，怎么都烧了1个多月了，还没停呢。于叔咳嗽了2声，停了，2秒后下了一场雨，浇灭了。2秒后，轰轰轰，哗啦啦，一阵雷鸣伴随着陡大的雨滴，噼里啪啦地落了下来。6栋的火很快便被浇灭。我欣慰，这场雨来的真是时候。于叔皱眉：你还没意识到问题？什么问题？我不解。你是天真？不，天真已经被暴力杀了。你是善良，果然，你不配来见我。善良的人格跟天真的人格是最愚蠢的。他扭头看向物业，这是关键。物业经理，他有钥匙。于叔继续开口：小区外面是什么样子的？正对门是不是有家火锅店？门前放着一个老式铜锅，里面有40多个座位，每天都有很多麻雀去吃。火锅左边是超市，里面卖的是绿色的海豚，右边是监狱，关着的都是蚂蚁。监狱上面盖着一座医院，医院里有一只大猩猩在坐诊，病人是一个头疼的长颈鹿，跟一只做产检的河马。我点头：哦，对，我想起来了，是这样。我一开口就意识到不对，但脑子里的记忆却是那么的清晰。没错，我还去过那个医院2次，大猩猩医生给我抓过药。到底是哪里不对呢？为什么？这种反常是从哪里来的？于叔不说话，只是静静地看着我，嘴角都是嘲讽的冷意。这时，物业经理接了个电话，然后对于叔说：暴力被杀了。砰！我猛地将头抵在桌子上，鲜血顺着额头淌了下来。妈的，我想通了，我知道了。于叔微微有些意外。我盯着他：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，我是黑羊爸爸，也是年轻妈妈，还是被杀死的峰哥。我们是被困在了这栋楼里，太慢了，你的思维太慢了，到现在才想通。于叔不满：蠢货。一个臃肿肥硕的男人被束缚带绑在病床上，护士在一旁观察着，几名医生在争吵着什么。时间马上要到了，如果醒来的不是正向人格，或者仍旧不能醒来，应按照之前的判决立即执行注射死刑。再等等，不能再等了，还有17分钟，这是最后的时限。桌子上是一份关于变态杀人魔的刑事卷宗。男子闯入学校，连杀多名学生。说再等等的医生开口问护士，上一次注射镇静剂是什么时间？护士：4个小时前，药效快过了，他应该要醒来了。医生翻开男子眼皮，看似平静的男人，眼睛却在疯狂地转动。于叔冷漠又轻佻地开始给我讲明现在的情形。我们都是被困在一具身体里的副人格，主人格仍旧在沉睡，时间有限，我会用最快速、最简单的方式来将这个概念灌入到你的脑子里。记住，在我讲述的过程中，你只需要听，绝不要去想，不然我会杀了你。我们住的是第7栋楼，这栋楼有100层，每层都住了不同的人格，只是你没见过。如果有机会，我会带你去见见他们。都跟我们一样吗？这是你的第一个问题。我希望在我讲述过程中，这是最后一个。他们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是最特殊、最完整、最独立的副人格。其他楼层都是从主人格身上分裂出的病态幻想，不具备自己的意识，都是些危险的精神病患或者失败产物。整个楼里最完整的副人格只有正直、猜疑、暴力、嫉妒、懦弱、母爱、善良、傲慢8个人格。峰哥是正直，麦麦姐是猜疑，黑羊爸爸是暴力，小女孩是嫉妒，弟弟是懦弱，年轻妈妈是母爱，是善良，我是傲慢。在这个精神世界里面，有人格诞生，就会有规则存在，这是主人格在沉睡前避免人格混乱，导致精神世界崩塌所设下的保护，也就是物业跟警察。但两者之间虽然目的相同，都是为了维护这个精神世界的稳定，但方法却有了分歧。物业负责保护认识到自己是副人格的人，并且希望他能成功成为主导人格，他不在乎主导的人格是正向还是负面，他的目的从来只有一个：结束混乱，保持稳定。而警察却与之相反，他们会负责清除觉醒认识到自己是副人格的人，以此保证7栋大楼平稳的运作。黑羊爸爸就是那个认识到自己是副人格的存在，包括我也是。他讲完，看向我，现在你可以提问了。我开口，这个机制不对，如果副人格过多的话，混乱是一定会发生的。也就是说，7栋楼里面一定有一个最后的程序，类似杀毒程序，在主人格被唤醒后，这个程序就会启动，杀掉我们这些副人格。于叔微微有些意外，但也没有隐瞒，是的，他们叫蓝衣人，是这个精神世界的杀毒软件。主人格被困在99楼的白房子中，需要有一个人从外面打开门，副人格同主人格意识融合后，蓝衣人会负责清除所有副人格，包括50层以上的病态人格。我又问，副人格是怎么产生的？于叔淡淡道，很好，你问到了关键，这就是我刚才不让你去想的原因。副人格的诞生很简单，靠想象，这个精神世界的一切都是靠想象构建起来的。刚才你已经看到了，只要我开始讲述，无论有多不合理，你都会接受。大猩猩医生、关蚂蚁的监狱、着火的6栋楼，副人格也是如此。每次想象的越真实，描述的人物形象越是完整跟清晰，编造的事件越具体，
越有细节，就越容易分裂出一个新的人格。当然，并不是什么的人格能称之为人格，大多数的人格只能说是产物，在人格分裂中的失败品。好，举个例子，你对门黑羊爸爸一家就是个典型，他家里真正的人数一直在变化，我们最高记录是11人，爸爸妈妈9个孩子，姐姐跟2个弟弟，6个妹妹。其实最开始，黑羊爸爸家里只有3个人，爸爸妈妈跟小女儿，爸爸是暴力，妈妈是母爱，小女孩是嫉妒。然后随着时间推移，又出现了很多失败的人格，他们没有详细的描述跟形象，还有性格特点，所以一直是坐着学步车的婴孩模样，或者襁褓中的妹妹模样，这都是失败的人格。再后来，黑羊爸爸家中这些失败的人格中，随着主人格的变化，又分裂成长起来2个人格，也就是2个弟弟，其中一个是懦弱人格，另一个呢，没见过，失败产物吧？失败产物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消失。我询问，能现场给我想象一个副人格出来吗？物业经理阻止，这不是一个好主意。于叔也摇头，如果我在这里形容得很具体的话，这栋大楼里一定会出现一个新的人格，这个人格的出现未必是好事，正向人格还好，负面人格可能比暴力还危险。他见我不说话，立刻呵斥，不要去想，去想就会出现，虽然99%以上都是失败的产物，但失败的产物中也会诞生出病态残缺的人格。我后知后觉，又问，那还有个问题，你为什么不具体的描述出一个正向的、绝对正直、理智，而且可以游刃有余解决掉所有副人格的存在，让他结束这个精神病世界呢？于叔想了想，道：我知道你会这么问，你说的这个我之前确实有想过，但存在2个问题，一个就是如果真的出现这样一个人格，那我会被清除。他笑，所以我并不允许这样的人格出现，这是我不愿看到的。我沉默。他抬头看了我一眼，你或许不在乎自己存不存在，但我也劝你不要那样去想。之前也有人试过这种方式去描述一个这样的存在，但失败了，是吧？我想明白了，我们的出现，副人格的诞生，都是从主人格的意识世界剥离出来的，无论是暴力、傲慢、懦弱、嫉妒等等，都是主人格所拥有的情感。对，于叔罕见地认可道，所以副人格的诞生基于主人格拥有的情感，他自幼父母离异，所以他渴望母爱，便有了年轻妈妈的副人格，遭受过校园霸凌，所以诞生了暴力，不满社会不公，就有了正直，害怕强权，就有了懦弱。你说的那种存在，主人格的精神里没有，所以不能凭空生成，强行去描述的话。于叔抬头看了一眼楼上50层以上，警察关押了很多这种恐怖失败的病态失败人格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说最合适的成为主导人格，进入99层那个白房子的副人格是谁？是我。于叔毫不掩饰，我是傲慢，也是理智，所以我在这里等你的到来。他将一张纸丢到我面前，写下你密码锁上的11位数字密码，我会去开启白房子，结束这个无聊的精神世界。我拿起笔，张了张嘴。你说什么？于叔凑近一点，我一下子把笔刺进他的脖子，鲜血喷了出来。他捂着伤口，满眼的不可置信。意外吗？我笑，你觉得自己是最聪明的一个吗？不是。我慢慢凑到他耳边，低声道，这里不止你一个人意识到了自己是副人格，暴力、猜疑，他们也意识到了，包括我，只是你过于傲慢，小瞧了别人，你不该跟我说这么多，让我知道这一切。我拿着笔在他的心脏上猛刺了几下，他嘴里的血咕噜咕噜地冒出来。我平静道，傲慢最终死于傲慢。物业经理将电梯卡递给我，希望你能结束这一切。我走上电梯，电梯一路直上，中间不断地经过其他楼层，死寂一片。在到达50层以上后，开始有各种凄厉的声音响起，这里都是被遗弃的、不完整的病态人格。电梯外传来不断的拍门声，灯光不断的闪烁。我冷漠平静，没有任何的情绪起伏，直到电梯停在第99层，大门打开，眼前是一片洁白明亮的走廊，尽头是一扇沉重的、锈迹斑斑的厚重金库门。我走过去，身后灯光随着我的脚步暗了下来。我输入11位密码，吭吭，金库大门朝里打开，洁白的墙壁，明亮温暖的灯光。面前有一张病床，床上是一个臃肿肥胖的男人，手臂上连着一条输液管，蓝色的监护仪上有一个按钮用来启动注射器，一个蓝衣人站在他的身边。饶是我知道自己是副人格，但当我看到主人格真正的模样时，仍旧忍不住作呕。我怎么都想不到，让我诞生的是这样一个丑陋的男人。蓝衣人走上前来，其实来到这里的人格，我们最希望的是正直，当然傲慢也可以，傲慢人格是最理智的，但同样也很谨慎，在没有100%的把握下，几乎不会涉及危险，所以他一直没能上来这里。我们本来以为这次上来的会是他。我笑，看来我运气比较好。可能吧，因为在之前无数的尝试中，大多时候来到这里的是暴力、猜疑跟嫉妒人格，这不是主人格想看到的。然后呢？然后会抹杀掉，等到新的人格继续诞生，一次又一次。那我是第几次来到这里？第一次，你跟傲慢一样，从来没来过这里。傲慢是因为谨慎，
所以不来，而你是因为善良，会在来的途中，因为良善助人遭遇各种意外死掉。可惜主人格给我们下了约束，来到这里的人格必须是最优秀的那个，善良并不在第一梯队。所以你们是要抹杀我，直到你们期待的那个人格来到这里，对吗？蓝衣人犹豫了一阵，似乎下了某种决心。不是，这次我们会选定你，因为没时间了，这个身体需要一个主导人格，善良不是最优，却也不是最坏的那个。还有7分钟，不急，病人情况稳定下来了。你不知道醒来的会是谁。我再次提醒你，如果不是我们认定判定的正向人格，我会毫不犹豫摁下注射按钮。我明白。病床上的男人眼睛不再疯狂转动，慢慢变得平静放松，嘴角露出笑意。蓝衣人轻轻地将我带到主人格的面前，握住他的手，你将会变为他的主导意识，等他醒来后会变成一个良善的人，这也是我们所能接受的。我摇头，不，他不会。什么意思？蓝衣人不解。我走到注射台，伸出手，在蓝衣人的注视下摁下注射按钮。病床上肥胖臃肿的男人挣扎了2下，就这样死去。蓝衣人恍然，哦，你不是善良，我是谎言，代表欺骗跟伪装。我嘲笑他。蓝衣人平静地接受了这个结局，果然是谎言。你之前没能来到这里，是因为你比傲慢更理智。我懂了，你可以主导这具身体，作为谎言，等他醒来后会更适应这个社会。7栋有100层，白房子是第99层。那100层是什么？主人格在上面留下了什么礼物给我？从主人格身上找到通往100层的电梯卡后，我乘上电梯，电梯上升得很慢。我突然想到了什么，在我对门的黑羊爸爸房间中，虽然人数一直在变换，且大多是失败人格，而真正完整的人格应该是爸爸、妈妈、姐姐、弟弟跟另一个弟弟才是。这点从麦麦姐、从于叔、从峰哥的口中都得到证实。他们都在黑羊爸爸的房间里看到过2个副人格弟弟，也就是说，在黑羊爸爸房间中，抛开失败人格出现过的完整副人格有5个：爸爸暴力，妈妈母爱，姐姐嫉妒，一个弟弟懦弱。另一个弟弟呢？代表什么？他的人格是什么？为什么我从来没见过？来不及了，100层到了。一个小孩站在我面前，他瞳孔漆黑，身上都是血。你好，我是被关在这里的残忍。噗，滴答滴答，好痛！滴答滴答，好冷！滴答滴答，好不甘心！滴答，好黑！残忍手里拿着滴血的刀，走进电梯，拜。番外，米黄色的窗帘随风吹动。医生办公室里，我看着面前的儒雅的中年男人，谢谢你，医生。我笑。医生欣慰，还好醒来的是你，善良。办公桌上是医生跟女儿的合影，我盯着那个女孩。你在看什么？你的女儿很可爱，是吧？今年上小学了。那如果她死了，你会伤心吗？